作为零氪玩家，我下了 4.6 的武器池，但是我没有抽到仆人专武。不过我的武器池也没有歪，出了林尼的专武，而林尼正好是我 4.0 的主力。呜呼，起飞！所以本期来分享一下林尼的使用心得。那作为一个怪猎弓箭熟手，蓄力弓的操作算是有一些肌肉记忆。林尼这种射出的箭矢带嘲讽的设计，应该算是提瓦特蓄力弓迭代3次后的产物。那第一代就是安博，使用兔兔伯爵手动嘲讽、手动走位。第二代是甘雨，嘲讽带后撤步，拉开输出空间。第三代就是提纳里这种大范围的嘲讽加速射的 buff。由此我们可以发现，蓄力弓设计的核心是通过自带的嘲讽为角色创造输出空间。但小提严格来说应该不算是蓄力弓，因为它基本不会用蓄力的打法，所以也就缺失了瞄准、走位、蓄力射击的精髓。不过这些都是传统 ACT 游戏中的设计，在原神中呢，其实并不太强调什么走位啊、闪避啊，而且嘲讽也无法控制 BOSS 嘛。于是乎，蓄力弓这种玩法呢，在玩家的口碑中普遍属于比较落后的设计。那也是因为这种不稳定的输出模式，在角色的数值上往往会给得更高，用来弥补操作程序缺失导致的期望伤害过低。当玩家熟练地掌握了这类角色的操作以后，就会带来超额的收益。我觉得这一点是蓄力弓这种玩法最独特的魅力。那说回到林尼，想要玩好这个角色，重点是掌握好林尼的蓄力节奏以及队伍中 buff 的持续时间。除了天赋异禀的玩家，大部分的玩家都需要通过一定的练习来熟悉。比如说林尼的2段蓄力，第2段完成的时候会出现猫猫的形状来提示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蓄力的声音来判断。当我们形成肌肉记忆以后，就可以更快速的去释放2段重击，能够有效的提高林尼的输出频率。而掌握队伍中 buff 持续的时间，就要按照配对的类型去调整自己的行动轴。所以为什么我比较推荐的是和夏沃雷打超载，不是因为这个队伍的伤害是最高的，而是因为这个队伍不用去算 buff 的时长，启动的成本非常低，操作也更简单。夏沃雷的减抗只要触发超载就会一直存在，攻击力加成呢持续30秒，那正常的打一轮，这个攻击力的 buff 肯定是一直在的。所以在这样一支队伍里面，需要保证的就是林尼每一轮开启蓄力前，迪西亚丢出领域给到霸体就可以了。而如果组的是万班中这样子的纯色队伍，那就需要注意万叶的增伤、风套的减抗、班尼特的加攻击这几个增益的持续时间了。因为在战斗中，林尼也许会被挤出大招的范围，也许怪物会离开万叶的风圈，也许会因为减抗时间到了，所以需要切万叶继续出来减抗，还有可能因为各种意外打断了猎人套的暴击 buff。所以在增益持续的时间里呢，林尼就需要抓紧时间稳定的去打出输出。那么为了保证林尼的 E 和 Q 都能吃到增益，所以一般都会选择林尼先叠上2件然后去操作。那这种打法我个人认为呢，更适合有命座的林尼，因为有命座的林尼爆发更快，稳定性也更好。然后来聊聊林尼的蒸发玩法。林尼的蒸发主要适合辅辅组队，根据队伍的不同可以分成林尼蒸发和辅辅蒸发。林尼蒸发就是让辅辅去挂水，林尼在前台打蒸发伤害，队友上一个班尼特加一个盾位，中离肯定是最好的选择。那这种打法看似林尼亏了100%的增伤天赋，但是有辅辅带来的增伤、蒸发这个独立城区和精通带来的加成，是可以弥补掉损失的100%的增伤天赋的。而另外一种就是让辅辅来打蒸发，队友上白竹来消水回血，提供抗打断，然后带上香菱去保证一个活底，同时呢，香菱也可以给林尼提供一定的增益效果。林尼的铲球给香菱吃，这样的循环更流畅。那缺点是带上香菱，原本蓄力弓放风筝的战斗美感就变成了和稀泥。其实我们知道白竹的抗打断呢，其实也并不稳定，所以呢，当深入怪堆中进行输出的时候，就会提高自己被打断的风险。而因为队伍里的输出核心有3个，那就比较适合一些攻坚的环境。那总体来说呢，林尼是一个有一定练习成本但上限不错的角色。临命的时候更多是偏向持续输出的玩法，而在抽了命座以后加速了自己的爆发，再配合枫丹的数值，那就是割草的体验了。好的，那么本期关于林尼的使用体验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